5天后，伏魔洞中，聂怀桑和温宁两人抱成一团，缩在角落里瑟瑟发抖。昨天他收到蓝忘机传信，说是怨气的研究估计有进展了，让他们过来看看。聂明觉和蓝曦臣有事要处理，他就拉着温宁陪他来了。哪知道他刚刚欢天喜地地踏进伏魔洞，就被蓝忘机杀气腾腾地瞪了一眼，吓得他瞬间便跳到温宁身后。无奈的是，没有魏无羡，温宁这个鬼将军根本发挥不出效用，也被蓝忘机吓得不轻。于是就出现了现在这样一幕：魏无羡一心一意地制作法器，蓝忘机浑身低气压地坐在不远处，聂怀桑和温宁则是瑟瑟发抖地缩在角落里。聂怀桑想哭，他最近乖巧着呢，也没在这人眼前乱晃啊，怎么一来就像自己拐了他媳妇一样，恨不得砍自己2刀。聂怀桑悄咪咪地观察着两人，看看能不能找出些蛛丝马迹。这一看还真不得了，蓝忘机那脸黑得跟墨汁似的，时不时还幽怨地瞪魏无羡一眼，虽说眼中满是心疼，可愣是让他看出几分咬牙切齿来。这是什么情况？这么怪异的情况，怎么瞅着有点眼熟？等等，蓝忘机这幽怨的眼神里，怎么好像还有一点点的欲求不满？瞄了魏无羡这浑然忘我的状态一眼，聂怀桑猛地瞪大眼睛，五官都狰狞起来。不会吧？不会是他想的那样吧？无羡这个一陷入研究就无法自拔的性子，他是知道的。该不会两人正你侬我侬的时候，无羡突然来了灵感，聂怀桑暗吸了口凉气，我的天啦，是个男人都不能忍啊！猛地打了个冷战，聂怀桑赶紧甩甩脑袋，他不知道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本着知道的太多会被灭口的原则，聂怀桑决定装傻，他只是来看看研究成果的，他什么都不知道。对，就是这样。无羡同情地看了魏无羡一眼，聂怀桑心中默哀，无羡，一路走好，我会多给你准备点补品的。没理会缩在一旁的两人，蓝忘机看着魏无羡眼眶下明显的一团青黑，眸子里的心疼都快溢出来了。自那日开始，这人整整5天5夜没合过眼，吃食全是自己撬开嘴巴给塞进去的，这人胡乱嚼几下就咽下去了，眼睛更是1秒也没从手中的法器上离开过。修仙之人熬个几天几夜确实不是什么大事，可是这人没有金丹傍身，身体又还在调养，饶是他天天不眨眼地盯着，还是肉眼可见地消瘦下去。蓝忘机心中着急，却毫无办法，眼看法器制作到了尾声，就赶紧传信给聂怀桑，让他给带点补身体的过来。魏无羡眼下乌青，面色苍白，然那双眼睛却格外有神，眼看法器马上就要完成了，眼中的光芒更是亮得惊人。轰！魏婴无羡公子！魏无羡在的地方突然一声轰响，几人被吓了一跳，迅速站起身就冲过去。蓝忘机速度极快，几乎在声音响起的一瞬间就飞身上前，一把接住了被炸飞出来的魏无羡。魏婴，可还好？蓝忘机一落地就赶紧查探，没看见什么外伤，有拉着人把脉，口中尽显焦急。可嗨，魏无羡弯腰一阵咳嗽，顺完气就抱着蓝忘机猛啃了一口，哈哈哈，蓝湛，我成功了，恭喜！可有哪里不是？蓝忘机发自内心的替他高兴，但也忍不住担心。啊，我没事啊，好着呢。聂怀桑忍不住好奇，他好想知道无羡做出来什么东西，可是他不知道蓝忘机状态恢复了没有，这到底是上呢，还是不上呢？公子看着巴巴凑上前的温宁，聂怀桑笑得猥琐，嘿嘿，打钱真的有了。哎，温宁、怀桑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发现有人在，魏无羡才从蓝忘机身上跳下来，笑得开心。韩光君叫我们来的，怯怯地看了蓝忘机一眼，温宁才后知后觉地发现，
他好像打扰到两人了，怎么办？有点害怕，韩光君好像很不高兴的样子。魏无羡一想就明白了，蹭到蓝忘机怀里，嘿嘿，蓝湛，你可真是太贴心了，我正好有事找他们呢。搂着心上人软软的腰身，蓝忘机平静地嗯了一声，肆意的冷气缓和了不少。危急解除，聂怀桑摸过来，眼珠子滴溜溜直转。无羡，你又弄了什么好东西？他好馋。喏，这个第二版风邪盘。魏无羡随手抛过去，聂怀桑赶紧七手八脚地接住，白了人一眼，败家子儿，这可都是钱呢。寻了个凳子坐下，魏无羡灌了口茶，才正色道：怀桑，你拿去先试验一下，我在第一版的基础上做了改动，在止饮邪祟的同时，可以吸收掉周围的怨气，进行转换，但是效果如何我不肯定。最好请聂大哥他们一起，你们亲自盯着，把所有的情况都记下来，如果成功了，怨气的问题也许就有解决办法了。那你呢？聂怀桑疑惑了，这种事情无羡一向是要自己把关的呀。我和蓝湛回云深不知处，看来裴蓝湛的事又要往后推了。聂怀桑蹙眉，你们回云深了，那乱葬岗怎么办？这地方除了无羡，可没人控制得住啊。魏无羡也纠结，只能先想办法继续镇压，等我回来了再说。虽然乱葬岗的情况还算乐观，但他也不敢离开太久。如果不是需要进蓝氏藏书阁找找线索，他其实也不太放心。第二版风邪盘效果如何还不清楚，即便他的想法真行得通，乱葬岗这么大个地方，风邪盘用处也不大，他现在的能力还不够。见他眼底是藏不住的疲倦，聂怀桑仔细一打量，才发现这人又瘦了一圈，有些心疼，劝解道：你也别急，饭要一口一口吃，别累坏了。你看，这个能转换怨气的宝贝都被你弄出来了，其他的肯定也行。如非形势所迫，他们自然是不希望把这么重的担子压在无羡身上的，他才多大呀？那是，还多亏了蓝湛呢，要不是当时魏无羡正想翘尾巴，嗓子却突然卡住，等等，当时他们在干什么来着？他怎么记得，他们那时似乎好像是在……我的天，他当时都干了什么？笑意僵在脸上，魏无羡机械般转过头，对上蓝忘机那双幽深得不行的眸子时，吓得差点跳起来。嗨嗨，怀桑啊，我给你好好解释一下这个风邪盘吧，很重要的。聂怀桑，我其实很想拒绝。魏无羡，不可以，见死不救，非人在。伏魔洞外，魏无羡泪汪汪地拉着聂怀桑和温宁。怀桑，温宁，你们确定都听懂了吗？要不我还是再讲一遍吧。聂怀桑死劲儿扒拉，无羡，你已经讲了10遍，我早就听懂了。给爷撒手。城门失火已是事实，但他聂怀桑绝对不要做那条被殃及的池鱼。魏无羡垂死挣扎，不，我觉得你不懂。这俩走了，他一个人怎么办？温宁，公子，我也懂了。他觉得碧晨有点蠢蠢欲动。魏无羡伤心欲绝，温宁，连你也要抛弃我？温宁，姐姐在等我。他没有说谎，他只是在救公子，再拖下去，韩光君就更生气了。趁魏无羡震惊之际，两人一鼓作气扒拉开人，拔腿就跑，留下颤抖着伸出尔康手的某人。魏婴，你很舍不得。魏无羡正为自己的悲催人生默哀，身后就传来蓝忘机悠悠的声音，登时吓得缩回手。连他这个常年和厉鬼为伍的人都觉得这声音听起来阴森森的，可见这人给气成什么样了。哪有人家巴不得他们赶紧走，别打扰我和二哥哥的二人世界呢？魏无羡转身，笑得狗腿献媚，他觉得自己还可以抢救一下。蓝忘机面无表情，眸色极深，一步步逼近，是吗？魏无羡不敢动，小鸡啄米般点头，两眼忽上忽闪，那看我真诚的大眼睛。
蓝忘机没说话，就这么冷飕飕地看着，只叫魏无羡汗毛竖起，小心脏抖个不停。这是准备秋后算账了吗？突然，蓝忘机一把将人抱起，转身朝洞中走去。魏无羡缩在人怀里不敢动，饶是他自称聪明绝顶，也想不出现在该怎么自救。挣扎，情节加重，解释，没法解释，要不直接躺平，好像也只能这样才能争取从轻处理了。刚想明白，魏无羡就感觉自己被轻轻放在石床上了，干脆两眼一闭，一副慷慨就义之势。来吧，他准备好了，不就是折腰吗？养段时间就回来了，到时候他魏无羡又是一条好汉。等了半晌也没动静，魏无羡悄咪咪睁开一只眼，却见蓝忘机只是抱着他躺着，惊讶出声：“蓝湛，就这么放过他了？”蓝忘机没好气地剜他一眼，将那颗胡思乱想的小脑袋用力压在胸前，无奈叹息：“睡吧。”之前他确实生气，但是这人几天几夜没合眼，累得不轻，又担惊受怕了一会儿，他怎么舍得再折腾他？自己选的道侣，再气也得宠着不是。察觉到怀里的人僵了一瞬，蓝忘机抱得更紧了，空出一只手轻轻给人拍着后背，不一会儿就有轻微的鼻鼾声传出，可见人是睡熟了。在人眉间落下一吻，蓝忘机眼底满是柔情宠溺。算账吗？有的是机会，人好好的才最重要。魏无羡几天几夜没合眼，照顾他的蓝忘机也不遑多让，没多久也陷入了沉睡。